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元跟美债这个时候双杀，全球是否已经出现了卖出美元资金大逃杀的这一种趋势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因为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2026年才开年不到1个月，金融市场就已经开始出现到一些风暴的前奏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几个指数，美元指数单周不断的暴跌，创下从去年4月以来已经是一个最差的表现了。包括可以看到美债跟美元都在同步走弱，现在资金正在逐渐的撤离美国当中。我们来看到，包括了这个是来自于巴龙周刊也特别说了，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他认为就是弱势美元的时代已经正式的到来，而导火线他认为就是川普本人了。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最近地缘政治很动荡之外，包括川普在处理格陵兰的问题，他不断的用关税来胁迫这些欧洲国家，让这些欧洲国家也认为说美国的影响力在不断的下跌，他们也在卖出美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结果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不管是股市在跌，或者是这个债市在跌，或者是汇市跌，避险资金现在已经逐渐的往其他的地方去流动了。各国现在买什么呢？买的就是黄金。波兰可以看到央行它增持了150吨的黄金，欧洲、印度、亚洲机构全部系统性的就是要把美债给减持掉，而避险资产现在呢也在掀起全球的资金开始往这个地方在不断的走。经济学家说一旦失控，如果美元持续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川普好像也没在怕，他认为说，美元就算上下波动，这也都是正常的啊。反而会不会有利于美国我们在这边的出口的竞争力反而更加的好呢？那包括了知名的投资人他也说了，全球资金他观察到正在撤离美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正从贸易战走向了一个资本战争，这是来自于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的发言。赖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发现这个卖出美国的一个风潮在全球兴起？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在移动但是它并不是说川普这1年内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移动。事实上是拜登时代就是拜登的4年跟这个川普累计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早的导火线是来自于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跟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海外资产的非法冻结跟没收，我觉得这个引起了很多国家他内心里面对于欧美国家的不信任跟不安。首先，他们把俄国赶出 SWIFT， 所以你就看到了很多国家就开始去另制一个避风港的一个系统，也就是本币交易的问题，还有就是数字化货币交易的问题还有就是另外的区块链的问题来去回避这个 SWIFT 的影响力。所以等于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看到 SWIFT 的影响力在往下降，它的份额在减少。那么本币交易的这种清算银行的机制在建立起来，区块链的建立的机制在建立起来。所以事实上是美国他们当初去把这个 SWIFT 这一个本来是一个经济工具，把它政治化、安全化之后造成的后遗症，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他把俄国的海外资产冻结，这个形成了很多国家对于欧美国家的不信任，特别是对美国。所以你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俄乌战争冻结开始，中国大陆就有节奏的、有计划的开始抛美国政府公债，就不断的在抛，那么一部分一部分的在抛。中东的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富豪，很多他们也做同样的动作，都在抛美国政府的公债，也就是说买一些美国政府美国私有企业的资产，但是在抛售美国政府公债的情形下，他们在做移转。第三个，他们的动作，这个就是蔡委员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增持黄金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就开始发现，就是说，如果经济的动荡不安时代来临，那金本位制当时也是俄国的金本位制帮俄国度过了那个难关，那大家就会去核算我的黄金的储量够不够。那如果你不是一个黄金生产大国，那你本身的风险就升高了。所以很多的国家开始有节奏的、有计划的在增持黄金。可是又由于美国他们去没收冻结别人的资产，他们对于美国把黄金放在美国
放在欧洲又不信任，他们要把它搬走。那像中国大陆就在上海成立一个黄金市场，就是黄金我不放你那边了，我要搬回来，搬回来运走，这个会对于欧美的国家，对于离开美国，当然就构成影响了。所以您所提到的有关于大家都在走的时候，再加上川普上来了以后，川普就成为推倒这面墙的最主要的推手了。因为第一个他的关税，第二个他的胡作非为，然后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大家对于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未来，然后不看好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政府的公债不断的在抛售，原来就大陆嘛，可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是看日本，如果日本也守不住的话，那大概美国就完了。因为日本是最听从美国的，也最怕美国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日本为了要救自己的日元，开始在抛售美国政府的公债，然后开始要把这个钱拉回来救日元的时候，我想这个大概就是美国的终结日吧，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连日本都走的时候，那欧洲的国家你要看欧洲其他的国家走的幅度有多大。现在是丹麦走第一步嘛，可是问题就在于要大国出来走才有效。对，那欧洲的大国如果出来走的时候，这个才是美国政府美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趋势是有了，但是你说要把美国推倒，到目前看起来还不到了。但是要这些大国都站出来才有效。是，那同样的问题，委员又怎么看哦？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真的不断的出现弱势美元、卖美债美元，这后果不堪设想。委员怎么看？都不会。我一再鼓励呼吁中国大陆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金融强国。不要只是制造业强国，什么世界市场、科技强国，少了金融强国，你就是不是强国。美国最强的就是它的金融强国，在全世界打遍天下，没有敌手。为什么？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大陆去年非常开心，我也很高兴，就是它的贸易的顺差1兆2000亿，对美国贸易已经降到了15%以下，它全世界的贸易顺差还1兆2000亿，可是不要忘记，这1兆2000亿啊，1兆。其中的1兆都是用美元收入，它不是用其他货币收入，不是用人民币啊、日元，都是用美元收入。那你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把这个1兆美元的收入，只是一部分放在口袋，其他散在银行、散在民间、散在外销企业里面去。那你为什么不买别的？你为什么不收黄金？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它的银行系统加证券市场加起来所构造的一个金融强国，目前无可取代。那你说中国大陆出口了，你说出口到印度，我拿印度币，你敢吗？我出口到欧洲，你敢拿欧元吗？你出口到日本日本拿一点，最好还是拿美元，对不对？跟台湾买东西，台湾一定跟你要美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成为金融强国，是我对他们一个期待。好，但是美国作为金融强国，短期内没有人可以取代它。就是那你说美元会不会波动它的韩洲美元只是单周暴跌，它跌多少？5%，就是单周暴跌。对，我们那个新台币蹦一天都不止5%了，还被我骂了臭头，对不对？好，那再来这个美债跟美元是没有关系的，美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货币。最大的主角，所以大家在抛美元买黄金量还是很少。如果全部美元抛的钱买黄金，像黄金不知道应该1盎司至少是10万块美元吧？恭喜啊！就是还没到那个行情没有那么多，就开始人家准备而已那这个资金美债是因为美国要赤字那么大，川普要花那么多钱去搞国防那要印钞票要卖公债印钞票，那公债当然跌，利息当然上。可是他就要换联储会主席，要把这个利息压下来，就要印钞票那印钞票美元就更跌，所以这个绕那个循环，那会不会倒？不会倒。所以刚才赖教授讲，他就是不会倒那你说资金正撤离美国，哪有撤离美国？中国大陆整天收那么多美元现在全世界收美元最多的就是中国大陆他美元买了，他该怎么办？就是要去做一个资产的一个管理。那我要不客气讲，中国大陆现在的金融管理能力跟美国还有很大的距离。那科技已经慢慢赶上了，就是在金融管理这一块，那是谁耽搁了呢？
平常心讲，就上一届的央行总裁、央行行长，那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整个金融系统该升级的时间给耽搁了。当然，可能跟他们那个整个国家领导人不懂金融体系，那一直以为我制造业才重要，好像去金融业上班啊，就是赚大钱，可是又不用努力的啊，这两码子事啊，这两码子事。你在金融界你就被人打扁脸嘛，所以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资金不会撤离美国啊，只要中国大陆继续收美元，怎么会撤啦？没有人会撤啊，对。那你说弱势美元，美元弱势强势有一定的幅度啊，有一定的幅度哈。然后说世界从贸易战走向资本战争，这个乱讲，贸易战还有关税什么东西？那什么叫资本战争？你要给我买货物，我不收美元，我是叫我收什么？对不对？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你说好，我拿美元，我只是不买美债，可是我要买什么？钱还放在美国银行里面啦，还是存在美国银行里面收利息啊？或买企业债券、买理财产品、买 ETF， 只是不买美国政府公债，那你在跟我讲笑话吧？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危言耸听。还有那个经济学家什么温信，我没听过，他是个肉收银行一个小银行的经济学家。一旦局势失控，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已经局势早就失控了，后果不怎么样，美国股市照样涨。好，所以一样的问题，请教厉将军，就说到这个美国股市照样涨，但是国内的实体经济感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厉将军。最近这段时间黄金疯狂的涨去年涨了64%。今年才1月还没结束嘞，就已经涨了快20%这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风还挺大的。那这个妖是谁呢？我觉得就是川普。那不就是你川普这一段，这个从你就任总统之后，美国总统之后，这一番的操作，然后让整个美元走向贬值，那当然就推升黄金向上那我认为这个会造成黄金这一波的涨幅当然第一个是跟这个美国，你跟这些盟邦国家，包括你这个要攻打、要强占格陵兰，还有你的关税政策把所有盟邦国家都得罪了。虽然说短期之内这些国家对你来讲经济上面可能也伤不了你的这种要害可是等到大家都共同有这种理念的时候，那所谓有一句话叫墙倒众人推。我们现在看到丹麦，它虽然说是抛售美债，只抛售1亿美金虽然说金额不多，可是会不会起一个带头、一个风向的作用？第二个，美股现在在涨，我认为涨的大概都是科技股为主了最近这段时间，包括 NVIDIA 或者是说一些科技股，主要是他们在大涨对于民生来讲，其实不会有太大帮助。第二个，美股会涨，代表的是我认为是华尔街的金钱游戏什么人才会去买股票呢？当然是有钱人才会去买股票嘛。我记得 SARS 那段时间，美国这个大撒币那补助那些人的钱以后，有2种人，一种就是我只是这个租房的人，我收到钱以后，我当然就赶快把我房租还掉。那房东他除了收到第一笔美国给的钱之外，他又收了房客给他的钱。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多了钱放哪里？他就去买股票。我觉得美国股市涨跟这个有关系，跟他这个大印钞有关系，跟科技股飙涨也有关系。因为总是钱就这么多嘛，那为什么都跑到美国去，都跑到股市去？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美国基层民众是怎么样过日子。我觉得美国很明显的它大概90%的财富集中在10%这个金字塔高端的人，那这些人在炒作股票。事实上，后面的90%，我们看到美国基层的民众有很多生活是在斩杀线之下对，万一一旦他这个生活面临了困境，譬如说他要看病就医，要花到他们斩杀线指的是400块美金，要花超过400块美金，他可能房贷就交不出来了。可能人生立刻从一个正常生活跌落到变成一个游民的阶态。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美国股市涨这表面现象，你要看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他们生活还是在这个斩杀线的边缘，在那边讨生活的。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